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清钻头运行的原理，我给相机换上了特种微距镜头。家居和 DIY 里有这镜头的可不多。前面2期我们分享了如何选电钻和如何钻墙，今天这期分享怎么给木头开孔，回头再说下各种膨胀螺丝怎么用。这4片一结合，回头家里装动作板、置物架、书架、卫生间挂架等所有东西的安装就都不在话下了，而且你可能还比上门安装的师傅更专业。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正式的内容。木工的钻头非常多，这些都是看似很多，其实有一部分是精细加工用的，大部分人平时用不上。它和钻墙、钻金属的这种钻头相比，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头部大都会有个尖儿，这是因为木工这个职业讲究的就是尺寸的精准啊。说到尺，你看木工有多少种尺，所以钻孔时有定位，才不会钻歪钻偏。反过来，你把带尖儿的这种都当做木工钻头也不会错，所以不要用这类钻头钻墙和钻金属，但拿来钻塑料和亚克力的话没关系。2是木工钻头的刃多、尖儿多、槽多，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它高效破坏木纤维和快速排出木屑。大致还可以划分为2大类：破拆类和精准开孔类。钻头周围是光滑的这种，基本都属于精准开孔钻头，开出来的孔尺寸精确，又圆又光滑，精细加工、嵌套组件时都是用它们。另一类就是只管开孔，开出来的孔很粗糙的破拆类钻头。我们按开孔大小从小到大介绍。3尖钻头算是木工最常见的钻头，最长的尖定位，后面2个尖用来破坏木纤维，搭配很深的排泄槽，能很高效的钻孔，常用来开6、8、10毫米这种小孔，比如固定动作板时这种螺丝的孔位，拼接固定时要插的榫柱，拧螺丝之前先钻个细孔，都是用它。这2个都是抻头钻，其实就是3尖钻根部再加个粗钻头。粗的抻头钻都是用3尖钻头，但钻孔特别细的话，有没有尖差别不大，所以用麻花钻也没毛病。抻头钻的功能，一是提前开个孔，再拧螺丝好拧，不会挤裂木板；2是它可以从这里根据螺丝长度调节深度进行限位。开完孔后，它会再开个浅坑，能让螺丝头沉进去，所以叫它抻头钻。螺丝不突出于木板，就刮不到东西了。做柜子比较讲究的师傅会用这个类型的抻头钻，它开出来的孔比较圆，配合这种冲孔器，做出和柜子同样颜色、同样花纹的盖片盖在上面，又能起到隐藏螺丝孔位的作用，更美观。这个叫平翼钻，虽然也是开孔器，比如可以拿来开动作板这种圆孔，但其实它是开圆坑为主。之所以设计成这么扁，除了省材料以外，意思就是你看不见钻头就差不多钻到位置，因为它钻完后底部是平的，所以是拿来放东西用的。最常见的就是35毫米规格，拿来放柜门铰链开合器。不过现在都用专门的开孔器了，钻头集成到里面，不用量位置，更效率。你想往木头里放圆东西的话，用它最合适，也只能用它。比如我想拿手钻做个简易的这种车床，要在木方里放个轴承，32毫米的轴承，用32的钻头开完的坑就刚好能放进去，松紧深浅都完美。超过一定厚度，你就要考虑往下钻的这个垂直性了。用手钻大概率会钻歪，钻歪的话，2个圆孔中心就不水平，插上面东西就是歪的。所以这也是台钻这种器械存在的意义，它往下钻时可以保持90度的垂直。以及我为什么要给手钻加这些水平尺。做水平尺这期评论区好多人还说我闲的。另外，因为平翼钻钻头的刃很多，钻东西很效率，所以很多人还喜欢用它来挖料，用于省去你很多开大孔时凿的工作量。像我之前修复老板凳裂纹开蝴蝶榫时，就是用它先挖掉2个大圆，剩下的边角用凿子一凿就完事了。好多人开方孔也都是方榫，也用它钻几个圆，再凿个边儿，这就是方孔。思路一定要打开。钻孔时注意每次下钻的时候不要太多，薄间歇性的钻更安全更效率。这个叫孔距，因为边沿和锯齿是一样的而得名。
大部分人都叫它开孔器、挖孔器。它钻头不同的规格可以叠放，非常容易携带和收纳，所以师傅们都喜欢用它开贯穿孔和超大孔。它开出来的孔也是非常工整的浑圆，吊顶开筒灯都是用它，主要适用于薄木板石膏。它中心也有定位，很快就能钻透。稍微厚一点的木料还用它的话就很麻烦了，每次开完口后木料都会卡里面，需要把它撬出来之后才能进行下次开孔。但其实它除了开孔以外，本身还有个用途，就是用来取料的。钻头的这个厚度就是取料的厚度，钻头里面挖出来的料必然尺寸都一样，所以钻出来以后可以用木工胶把它们粘在一起，胶干之后再稍微打磨一下，这就是个圆柱了。要知道没有车床，居家做圆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用它就能实现，而且还可以做各种直径。它还都有中心孔，穿个轴，缠上麻绳，弄几个隔板，一个猫爬架就出来了，主打一个最低成本，是不是很简单？但要注意一点，厚硬木板上开同样尺寸的孔，它比扁头的这种平翼钻操作起来要麻烦。平翼钻是用很多切削的刃来开孔的，转速稳定后，你下压的力度就是切削木料的厚度，而孔锯不同，它是靠这些并不锋利的尖儿硬生生的化磨锯开料的。你下压的力度越大，木料越硬，它的阻力自然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说用它开孔就一定要用大扭矩的手钻或冲击钻，但其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你用大扭矩手钻调到钻孔模式，用最大扭矩压着钻的话，你又压很紧及下料很多，钻孔模式又没有离合，那么木料和手钻必定得有一个会转，不是木料飞就是手钻拧你手腕。钻头孔越大，这个对抗就越强烈啊，也有例外，除非你用的是冲击起子。它名字叫孔锯，也是锯齿的刃儿，所以你用它时就要像锯木头一样才行。都知道锯木头时压着锯片大力往下锯肯定难锯，用小点力气慢慢一点点的锯反而效率更高。所以用它的正确方法是，无论你是冲击钻还是手电钻，都先调到拧螺丝的档位，因为拧螺丝时机器是有离合的。离合的意思是超过当前扭矩后，钻头会停转，电机在里面空转，而手钻不动，这样才不会拧伤手腕。小扭矩档位拧螺丝时，大家应该都看到过这种现象。根据你钻孔的直径，逐步调节扭矩，连续轻压一点点的往下钻，用锯齿的尖儿去划木料，钻不动触发离合就拔出来或者轻微晃动，连续触发离合就增大点扭矩，钻速快一点或者用高速档也没关系，只不过高速档钻头会发热，木头容易糊。只要保证每次下压不要太多，用这种方法，即使我这把手电钻还不到30牛米的扭矩，就成功的在实木板上开了40毫米的孔，完全不需要大扭矩的冲击钻或冲击起子。学到东西了吧？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孔锯钻出来的内侧孔边沿大多会崩边，所以下钻时注意一下正反面，哪面朝外就能哪面开始钻。如果你两面都想要，那就另一侧垫个薄木板就好。这种有3个尖的扁钻叫3尖扁钻，它是给中等厚度木料开圆孔用的，钻头很长，钻尖也很长，高处作业就很方便。它不需要特别大的下压力就能搅碎木料，也不用掏料，但它没有排泄槽和螺旋槽，缺少螺旋向前的辅助力。木料太厚，它钻起来也是有点费劲。常用来给不是特别厚、不能用力压的木板开20毫米左右的贯穿孔多一些，比如抽屉孔、门的锁芯儿、临时挖个孔一类的少量开孔。优缺点介于平翼钻和孔锯之间，用它钻厚木料就得接冲击起子才行，所以大多也是6角柄。这个粗的智螺钻才是高效率给厚木料开大孔的，它钻头有足足4个尖和锋利的刃，还有又深又宽的排泄槽。看崩的这个木屑就知道它开孔速度很快，但它开出来的孔边沿不是特别圆滑，因为它本身就是前粗后细的破拆式设计，而且钻这么粗的木头还想它钻得很快，那自然是需要特别大的扭矩的，也是需要冲击起子或电扳手才行，所以它也是6角柄。这个又长粗细又非常均匀的钻斗也叫智螺钻，看外观聪明的朋友应该能猜出来用途。没错，它就是开长孔用的，它能开出又长又直、直径又统一的贯穿孔，可以给隔板开上深孔，墙上拧中这种插销，一个隐形隔板就制作好了。但它其实很不好用，一是它顶端这个螺旋尖虽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定位和抓木料的作用，但它抓力太强了，钻头旁边也没有破木料的尖儿，属于抓住木料后硬生生的螺旋着往里钻。钻粗一点的孔到达一定深度后，就需要非常大的扭矩，也要很大力固定木板才行。
钻孔过程中全靠机器最大的软扭矩的能力钻，螺丝档位根本钻不动，总之很费劲。另外，不想钻歪，让钻头从隔板两边钻出来的话，还需要搭配开孔器这个东西，它能起到固定钻头，让其保持水平的作用。这个是木头的公丝钻，后木料之间的连接通常都用这种螺栓固定，而不是自公丝了。螺栓拧入的地方是这个东西，叫内六角沉头，露出边沿的叫有界，完全嵌入里面的叫无界。顶部都有六角口，拿来固定用。公丝钻顶端先钻孔，钻完孔的后面就有螺纹，这个动作就叫公丝。公完丝后就可以拧入六角沉头了。想固定的更牢，可以再适当抹点白胶，然后就可以和螺栓进行固定了。内六角沉头也属于木头的膨胀螺丝了，非常牢固。这个细的叫拉花钻，可以给薄木板、石膏板切割挖孔用，顶部钻个孔，用锯齿这里进行拉花。如果你手头没有电动切割工具，又对图形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它挖个圆或者方块搞定问题。这个怪样子的叫圆珠刀，是车珠子用的，它能把木头挖出来个圆球，打磨抛光后就可以拿来做手串、手柄、抽屉拉手一类的。不过手持手钻去挖容易挖歪，所以都是台钻用的多一些，属于比较偏门的钻头了，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OK， 木头常见的开孔基本就这些了，大小深浅都涉及了。我也尽最大努力结合实际场景给大家分享了，用对的钻头、对的操作方法，才能高效开出自己需要的孔。水平有限，错讲漏讲的也欢迎批评指正。金属开孔估计有需求的人不多，看评论不少人在等膨胀螺丝，那下篇就先来膨胀螺丝。那本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